过去你听到都是什么？都是中国偷拐抢骗，去害进别人的系统里面去抢人家的资料。可是没有想到最新的讯息是什么？中国在天津有一个超级运算中心，这个超级运算中心是它2大运算中心的一部分，而且过去它最值得骄傲的天河1号、天河3号都在这个里面。它这个天上飞的，你的飞机、你的飞弹、你的航空系统、你在水底下的潜水艇，你所有的系数都是由天河1号、天河2号这个在天津的超级运算中心去做运算，可是没有想到它居然被害进去了。对，其实现在越来越多资料，它不是被害的，它应该是有人把资料给偷出来。没错。那如果有把资料偷出来，就天大地大，而且更妙是什么？刚好有一个连结。美国 CIA 之前不是已经公布很多资料，说，我们欢迎我们招募会华语的这个会中文的这个所谓的人进来我们这边当我们的 spy， 就每次把话一讲完，中国就有东西被偷了。没错，事实上这次中国真的倒大霉了。为什么倒大霉？最近期的时候，有一个叫 Flaming China 的这个骇客，他在暗网上面卖，他要卖中国的资料。他说我有非常多中国的这个国家超级运算中心的各式的资料。他说他有10 PB 左右的这个资料量。他说了内容有什么航太工程各式各样，我都欢迎你跟我索取。价高者得，他说他等于在网络上卖这些资料，可是里面的资料是真的还假的？这个里面的资料，他当然要说好，你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丢一些资料给你看嘛，哈，他就说我们现在里面他有秀一些图出来，他有秀非常多东西哈，他就说好，我们攻陷了什么？中国不是只有天津运算中心啊，连什么天河2号所在的这广东啊，很多地方都攻破了，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些网络是互相连接在一起，它等于是完全攻破。好，它里面就首先公布天津国家运算中心。他说，因为第一个我们听过天河1号跟天河3号就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它靠近中国的北京，所以中国很多国防的东西啦，很多东西全部都丢在这边的运算。他丢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什么？他说这个资料是保密期是10年哦，10年之后才能够解密的资料。然后这个资料是做什么？杀伤力研究。那杀伤力研究它研究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是什么？这是美国的海马式。他们在研究美国海马式，我们怎么去伤害？它有各式各样说啊，它这个所谓车门是什么样的材质？这个所谓驾驶座什么材质？从什么时候打进去？他们都研究。那这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航空母舰。它航空母舰，这航空母舰的底层，对不对？然后还有7层甲板，还有这个舰桥在这边，还有什么甲板在这边，它把它拆开来，然后我用什么炸弹炸，怎么炸？它这是要研究怎么攻击美国的，对，它就丢出来给你看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它还丢什么？他说里面还有什么？里面我们这个里面海量资料，中国民航机的发展C919，然后什么5代、6代战斗机全部都有。然后这里面资料，它有秀出一些这个所谓数字，那个数字我们看不懂，但是专家一看就说，这是流体力学的一些相关数字。它这个飞弹怎么走那些东西，它全部都有那些资料，它全部。明眼人一看就说这个是那些流体力学的机密文件，我只要这些资料，我就知道它的参数是什么。你刚才讲的，你现在非常骄傲的歼20，对，你这些隐形战机，你的空气流动力学，对，你今天的飞弹，你的东风21、东风27，这些都东风17，对，它现在里面的数字里面都有。对，里面还有什么核潜艇啊，然后包括说他们的东风系列的飞弹全部都有啊。你看它的高温的气动什么啦，然后这个所谓包括说机坡的这个构件啊，材料极限什么，还有核爆。所有数据都在这里面，那这里面等一下害进去之后，把这些资料全部倒出来啊，所以才说这些中国这次倒大霉，它很多资料完全都会泄露出来啊。而且大家本来想说，你如果是骇客，对，骇客就透过网络把你的资料一点一滴偷出来，可他没有哦。我现在是什么？我这10个 PB， 也就是1000万个 GB， 这是一个海量的大，没错，海量大，你光是要传输都不知道传多久，当你传到一半早就被发现。他说那根本就是内部人公布出来的。没错，他就说10 PB 的资料大概是100万个 GB 嘛，好，那简单来说啊，我用一个大家都听得懂，叫5000亿页的资料。就这样这么多5000亿页，那全部都泄露出来了哈。所以这个有人就说，难道是真的是有人骇客害进去？但是骇客你光是要把它找出来、弄出来的话，那个资料也要传输很久。对，所以大家说不太可能。这可能就是如果你用这个超高速的这个100 GB 的这个专线来说，要10天以上。而且你传输的过程一定会被中国发现嘛，所以不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好，我用硬碟进去 copy 过来的话，你最少也要这个278颗硬碟，不太可能。一个36 TB 的硬碟，我也要278颗。所以现在最有可能的是说什么呢？有人泄密。
为什么有人泄密？因为这几年的时候，中国的运算中心呢，他们要更新一些设备的时候，我就先把那些资料先备份嘛。备份的时候就备份，一直在备份，一直在备份。所以这个备份的过程里面，就有人拿到这些东西，把它流出来了。问题是，我问你。能够掌握这些备份的，你觉得是一般人吗？一定不是，一定是超高的这个身份的人嘛。那到底是怎么样把它拿出来的？好，所以呢，我就讲，刚才宝杰一开始不是说吗？美国这几年有非常多的影片啊，你看 CIA 前后已经到目前为止拍了5支影片了。第一支影片叫选择合作的这个原因，成为命运的主宰者，这个点阅率2000多次。然后再来第二篇是选择合作的原因，创造美好的愿景，这点阅率1513次。它是鼓励中国内部你跟我们美国来投诚。那你要马上影片出来就出现非常多事。你看去年5月这个时候公布这2支影片，9月。中国的防火长城被恭贺，然后紧接下来什么中国一大堆这个高官落马，你看还有什么这个今年中央情报局的安全指导，就是说你怎么跟我联系啊，我都跟你讲，他都介绍9个步骤跟 CIA 联系的方法哦。对，你看还有最后一个还针对解放军军官哦，他用什么一个虚构的中国解放军的视角，然后透视中国军队的状况，然后表达对中国军队这个领导阶层自私自利的不满哦。点阅率1800万次，所以等于是一直这样的方式哦，鼓励解放军来投诚，所以可能是他这5支影片一直不断的发布之后呢，真的有些人呢可能就秘密的跟 CIA 连上了管道之后，把这些资料一口气丢出来。所以说现在这个海量的资料，现在在暗网上面哦，哇，这个真的太多资料。中国可能从我毫不夸张的讲，搞不好是从建国以来的所有的军事资料，都有可能在这一次完全会泄露光光。不是，而且我这样讲，我们也过去对有一些小了解。天河1号、天河2号多重要？是过去全世界的超级电脑的排名，对，天河2号、天河3号曾经是排到前10名哦，那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的哦。所以为什么今天你的这个所谓的航空，你的所有东西要它计算，只有它有能力？是刚刚讲到，你这么大的，你绝对不会是突然想到的，对，那一定是长期的，对，固定的。是你如果不是长期固定的来做这些事情，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些资料给拿出来。也就是今天。CIA 也就是美国埋在中国解放军或者埋在这个所谓的天河1号、2号，就是整个天津超级运算中心的那根钉子，你都不知道埋的有多深。对，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美国公布出来的资料，从火箭军啊、核弹的相关的这个 paper， 到这一次网络上公布的这个，你就知道说美国到底对中国的渗透多深。所以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习近平到现在为止一直不断的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抓完。你看，除了张幼霞之外，最近什么这个很多这个科学家也不见了，飞弹专家也不见了，雷达专家也不见了，然后最新的是连歼20之父这个杨伟他也不见了。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们都会把这些资料泄露给美国吗？我们也不知道。吴董出大事了，之前非常低调而且非常谨守分际的卢秀燕，她今年在美国，她现在在美国出了一个重炮。之前不是讲吗？党中央一直坚持3800亿加 N， 然后他也没讲，他就出去了。出去在美国，他说我反对。对，今天突然间大清早起来，我吓一跳，大消息啊，不得了的事情啊！卢秀燕这么这样子一个温良恭俭的人，居然在美国。她的说法是说，她到了美国之后得到更多的资讯，所以她提出这个看法，直接反对3800亿加 N 这个预算，然后马上他的所谓的台中卢妈三子几个立委，通通出来讲话，全部就推翻了。讲简单一点，就推翻党中央的这个主张。那换言之讲，就是完全认同，就是今天就是不管是8000亿，或是1.25兆，根本炮打党中央，不就他反对，没有炮打，就他的力量，他是个人反对，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的话，那党中央的版本应该讲国民党的版本提出来以后，现在卢妈公开反对嘛？那卢妈一反对的情况之下，那这个立法院一定会有其他的效应会持续跟进嘛？所以我认为，所以你就看到郑丽文今天宴请立法委员，你的好朋友今天徐小新就不去了，8000是他提出来的，当然就是摆明了嘛，就是那谢依凤也不去了嘛，还有一些没有去的人啊我听说还有一些不止这几个有代表性的。那这个代表性，为什么今天在立法院有这个喝春酒的事情？今天吃春酒会不会太晚了一点？太晚了。对，为什么春酒？今天就是稳定军心，基础不牢了嘛，被绑跟出来的救火，那谁来帮他救火？就是小富嘛，小富带郑丽文出来救火嘛，救火没有用啊。卢妈这个炮那么大，然后立法委员就公开跟你翻脸了嘛，所以小富这个马上看到就是
就是小腹看到罩不住的情况，然后韩国瑜一定跟进嘛，所以我一直在担心说，这种情况发生下去的话，是不是变成柯文哲变最重要了？现在不是柯文哲，我搞清楚了嘛，是国民党内的亲美派出来了嘛，国民党内的而且台中这三个立法委员直接喊说我们要亲美啊，直接喊亲美2个字，国民党要亲美，对，这个 slogan。这个话是卢妈的这几个立法委员公开讲的，那就是跟卢妈在美国呼应嘛。对，那你这个但郑丽文怎么玩啊？他不是讲我是中国人，这完蛋了，他还要一天到晚要讲要见习近平啊。对，那所以这个局就是看到的就是国民党的实力派的诸侯开始动了嘛。那今天你在看蒋万安也讲话了，蒋万安当然没有直接说反对，但是他就从他的话语里面就是声援卢妈的味道。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